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开箱一款做的还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便携式路由器。实际我已经拆开过了，所以这算是一个伪开箱。这款小路由器的牌子是 GLINET， 大家刚才可能已经看到了，无论是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，没有一个汉字。看来厂家主要是做国外市场的。我们先快速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。打开包装盒，我们就能看到路由器的本体了，非常小巧，基本相当于一个充电宝的大小。路由器的正面下方是品牌的 logo GLINET， 路由器的后面是3个网口，一个WAN口，2个LAN口，这3个口都是千兆口，一个 USB 2.0 接口，一个电源接口。这个天线是可折叠的设计，非常方便携带。背面是路由器的一些参数了。这款路由器具体的型号是 GLSFT1200， 在路由器的两侧和底部都有密集的散热孔。这种设计既能达到比较好的散热的效果，而且机身里面不容易积灰。在机器的左侧是模式切换按钮和 Reset 按钮。下面我们快速看一下配件，一个5伏3安的电源适配器，还有一条6类网线。好了，开箱我们就到这里，下面我们开机看一下具体的功耗。这个路由器我已经开机有几分钟了，现在基本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。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实时功耗，大概是 3.1 到 3.3 瓦之间，基本就是3瓦多一点点。作为一款便携式的路由器，这个功耗我觉得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甚至使用充电宝都带得起来，这样在不方便用电的户外环境也不影响我们使用。这个便携式路由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物种，我们平时可能用的不太多，但是基本就是下面2种使用场景。一种就是在户外使用，你比如说我们一些旅游团的大巴会给乘客提供 WiFi 服务，就可以使用这种便携式路由器。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用途就是经常出差的人在酒店里使用。可能有人会说了，现在哪个酒店还没有个 WiFi 呀？但是酒店的 WiFi 经常会遇到信号不好的情况。如果酒店同时提供了网线上网的方式，我们就可以用这款便携式路由器把网线的有线接入转成无线的 WiFi 信号，这样我们的上网体验就会大幅提升。另外，即使酒店没有有线的接入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无线路由器把酒店的 WiFi 信号中继一下。因为手机和路由器是不同的，手机受体积限制，可能天线的增益不能做得太高，但是路由器设计起来就没有这种限制。即使是这种便携式的路由器，它的天线也比手机的要强得多，所以用这种便携式的路由器中继一下无线信号，确实是可以带来更好的体验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公共 WiFi 经常有一些安全问题，使用这种路由器，路由器本身会有一个防火墙，从客观上也增强了安全性。视频的开头我也说了，这是一款做的比较有特色的便携式路由器。那么特色在哪里呢？就是它的系统是 OpenWRT。对于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，我想对 OpenWRT 系统一定非常熟悉了。但是为了照顾一些新来的同学，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系统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路由器的操作系统 OpenWRT 的由来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思科公司推出了一款非常经典的路由器 WRT54G， 这个外观也非常有辨识度，相信很多老玩家对这个机器都非常熟悉。区别于其他路由器的是，这次思科公司使用了 Linux 作为操作系统，当然是经过魔改的 Linux， 但是思科并没有把它开源。这个事情很快就被朝阳区人民群众发现了。这个朝阳区群众就说了，你思科用的不是 Linux 的代码吗？我们知道 Linux 使用的是 GPL 协议，这个协议规定了这个代码可以随便用，但是一旦你使用了这个代码，比如你在上面增加了一些功能，修改了一些功能，这部分程序的代码也必须都开源。你思科这么大的大厂，浓眉大眼的，咋不遵守江湖规矩呢？这个思科一想，我毕竟是名门正派呀，所以一咬牙一跺脚，还是开源了吧。思科开源的这个系统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开枝散叶，已经分化出了很多路由器的操作系统，比如我们熟悉的 OpenWRT、DDWRT、Tomato 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开发的。但是在这么多系统中，影响力最大的还是 OpenWRT， 因为 OpenWRT 的生态非常好，支持成百上千款插件。我们的路由器如果能刷 OpenWRT 系统，就可以支持非常多的非常高级的功能，甚至这些功能以前只有在企业级的路由器上才能实现。所以今天我看到这款便携式的路由器还可以支持 OpenWRT， 我就觉得还是有点意思，至少是有一定的可玩性。
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既然我们这是一期评测节目，我们肯定要看一下这个路由器的参数，跑一个分测一个速。虽然跑分并不能代表实际的体验，但是跑分是体验的基础。我们先看一下官方给出的技术规格，我们快速过一下。CPU 是双核一 G， 存储内存和运行内存都是128兆，支持的无线协议是 802.11ac，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Wi-Fi 5， 无线速度是1200兆，就是 2.4G 300兆， 5G 867兆，加起来是1200兆。这个规格也非常常见，一看就是 2x2 MIMO 的。它这个下面也说了 2.4G 天线和 5G 天线是2合1的，所以说这2根天线相当于4根天线，3个网口都是1000兆网口。我知道和主流的家用路由器产品相比，大家觉得这个参数可能还是相对落后一些，因为毕竟现在都 Wi-Fi 6了嘛。但是考虑到这台路由器主打的是低功耗、低价位、便携式，我觉得这个参数还算是中规中矩，因为毕竟市场定位是不同的。另外顺便说一句，这个路由器用了一款国产的 SoC， 大家也不要误会，我也不想说什么和情怀有关的东西，只是单纯的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，这款芯片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我要生产一款路由器，我肯定不能从生产芯片开始，我一定要选用一款市面上成熟的解决方案。假设我就使用联发科的 MT7621A， 但是我会发现只采用这样一个芯片是不够的，因为它不包括无线射频部分，这样我还要根据自己想要的技术规格来购买无线射频部分的芯片。你比如说我要实现 Wi-Fi 5的标准，我就需要使用 MT7612E 和 MT7603E 来分别实现 5G 和 2.4G 部分的功能。但是假设我们用西昌科技的这款 SoC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，在这一个芯片内部就集成了 CPU， 还有 2.4G 和 5G 的基带，什么 PA、LNA， 我们可以认为这算是一个 All-in-One 的解决方案吧。所以这个便携式路由器的待机功耗是3瓦，还算比较低的，可能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。要是使用联发科的方案，待机功耗一般是4到5瓦左右。好了，技术部分就说到这里，我知道大家已经等不及要求看实际的测试结果了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。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测试方法，为了能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个参照标准。正好我手头有一个 MT7621A 芯片的路由器，就是这个小米 CR6608。为啥要用这款路由器呢？因为7621这个芯片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对它的性能都很了解，而且这款 CPU 和我们今天要测试的这款路由器的 CPU 都属于 MIPS 架构，都是双核4线程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可比性的。下面我再说一下具体的测试环境和测试的项目。小米 CR6608 我是刷了 L 大的 OpenWRT 固件，这款小路由器我用的就是官方固件，它本身就是 OpenWRT 系统。具体的测试项目有以下几个，第一个项目是 CarMark 的跑分，第二个测试项目就是 OpenSL 的跑分，第三个项目是有线的速度，第四个项目是无线的速度。我们先看一下 CarMark 的跑分，这个跑分主要是测试 CPU 的性能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测试的过程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我们直接看结果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，我一共是测了3次，蓝色的跑分是小米 CR6608， 红色的跑分就是 SFT1200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数的对比。在默认的条件下， SFT1200 的跑分大概可以达到小米这款路由器的 80%。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，如果我们使用这款路由器的原厂固件， CPU 的主频实际是被设定在800兆赫兹，这个厂家可能有自己的考量，因为这是一款便携式路由器，需要在性能和功耗之间做一个平衡。不过刚才在西昌科技的官网上我们也看到了，这款 CPU 跑1个 G 是没有问题的。于是我按照某山论坛的方法，把 CPU 的主频设定到了1个 G， 又重新做了一遍测试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最新的测试结果。这张图中绿色的部分就是我把 CPU 的主频设置到1个 G 以后的结果。大家可以看到和 7620A 的得分基本相当了，略低一点点，也就低 1%-2% 的样子。至于说我们是否应该把主频设置到1个 G，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的个人选择问题。既然这个 CPU 官方声称可以跑1个 G， 所以在1个 G 的主频下稳定性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。就看我们使用的场景，我觉得要是在家中固定使用，可以把它设置到1个 G。要是采用移动电源供电，我觉得设置到800兆还是比较合适的，这样可以做到一个功耗和性能的平衡。这里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 CPU 可以跑出的性能。
至于下面其他项目的测试，我还是会在官方默认的800兆赫兹主频下进行。下面我们对 OpenSL 的加解密性能做一个测试。大家都知道某些特殊应用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性能的，我们还是跳过过程直接看结果。先看一下 AES256GCM 的情况。这个横坐标我和大家说明一下，是不同数据块大小下的测试结果，从 16K、64K 一直到16兆。从这个测试结果来看，这款 CPU 大概相当于 MT762A 的 70% 到 80% 之间。我们再看一下 XX20 Poly 1305的情况，这种算法下情况还要略差一些，大概是 762A 的 50% 到 70% 之间，根据数据块的大小不同有所区别。这个测试主要看重于 CPU 的单核性能，我估计原厂的 SDK 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。下面我们抛开跑分的数据，直接看一下疗效。可以这样说， 4K 还是毫无压力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测试结果，右边窗口是在视频播放过程中路由器的 CPU 占用率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20-30% 以下， CPU 占用 60-70% 的情况也有，不过总体的时间占比不是很高。如果你的要求不是太高，我觉得基本够用了。我们刚才是对 CPU 做了一些性能上的测试，但是作为一款路由器，由于有专门的 NPU 负责数据转发，所以数据转发的性能和 CPU 的跑分结果并不一定是严格相关的，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数据转发的性能做一个测试。由于我的宽带不是千兆宽带，所以使用外网测试并不一定能跑满这台路由器的性能，所以我就在内网搭建了一台测速用的服务器。给大家看一下网络结构图吧，实际非常简单，就是测速用的服务器和被测试的路由器的WAN口属于同一网段，然后我们再通过网线接入测试路由器的LAN口，或者通过 WiFi 连上测试用的路由器来测试有线或者无线的性能。为了尽量消除影响，测试一台路由器的时候，另外一台路由器是处于关闭状态的。我们先看一下有线测速的结果。视频的上方是小米 CR6608， 下方就是 SFT1200， 屏幕右侧显示的是 CPU 的占用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两款路由器的 CPU 占用率都非常低，说明都使用上了硬件加速。最终的结果是 CR6608 下载992，上传971， SFT1200 下载989，上传970，成绩非常接近，说明这两款路由器有线都可以轻松跑满1000兆。这个成绩的差别甚至只是误差范围之内的数字。我们再测试一下无线的速度，出于实用的角度，我就只测试 5G 这个频段的速度了。小米 CR6608 是 WiFi 6标准， 5G 频段理论的连接速度是1200兆， SFT1200 是 WiFi 5标准， 5G 的理论连接速度是867兆，所以这个测试看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。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吧。其实最后这个结果我也很意外，下载速度这两款路由器居然跑出了相同的成绩。在上传速度上，小米 CR6608 有一定优势，跑出了700多兆。在 CPU 占用上，小米 CR6608 是明显高一些，所以要从单设备的下载速度上来讲，这两款路由器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但是小米 CR6608 支持 WiFi 6标准，上传和下载都支持多进多出，在多台设备协同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。有人可能会说了，你怎么不搞个多点测速，把穿墙的效果做一个对比？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，一个是我觉得便携式路由器穿墙效果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，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台小米 CR6608 被征用以后，家里的网络断了，现在我是压力山大呀，你们都懂吧？不过我还是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，这张图是把手机和这个小路由器放在同一个房间，还有隔一堵墙、隔两堵墙，这三种情况下的信号强度对比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了，测试的项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下面进入这个路由器的后台，看一下固件的功能。我们现在登录路由器的后台看一下 WiFi 信号的名称、密码，还有路由器的管理 IP， 我们都可以在路由器的背面找到。我们根据路由器背面的提示，直接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输入 192.168.8.1， 访问一下路由器的后台管理页面。
刚登录的时候会让我们选择一下语言，输入一下管理密码，我们按照向导操作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是把这个路由器作为2级路由来使用，就是用一根网线把这个路由器的腕口和我局域网的交换机连接起来，就可以直接上网使用了，不需要做其他的设置。刚登录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好像不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啊。咱们说好的这个 OpenWRT 是个阉割版吗？大家不要着急，这个的确是一个原汁原味如假包换的 OpenWRT， 只是这个 OpenWRT 的 Lucy 界面需要我们手动安装一下。我们点击屏幕左侧的更多设置，选择高级功能，然后点击安装 Lucy 这个按钮。稍等一会儿就安装好了，我们直接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密码登录。我们熟悉的界面又回来了，只是这个界面是英文的。我们再安装一下语言包，我们进入软件包安装的界面，输入中文语言包的名称，点击 OK。稍等一下就安装好了。这时候我们进入任意界面都是中文了，是不是非常的亲切呀？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功能的需求，这个我们不用担心。这个路由器是支持刷第三方固件的，厂家的态度非常开放。目前有的网友已经上传了自己编译的第三方固件，在我的博客中也有对应的链接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。当然有的同学可能只想安静的上网，如果是这种需求，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一下官方的固件，因为这个固件我体验了一轮以后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面面俱到的介绍了，我就说几个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点。首先就是官方的联网功能做的比较简洁，它是在一个界面集成了有线接入、无线中继，还有手机的 USB 网络共享，还有 4G、5G 的 USB 上网卡的共享。凡是所有可能的接入方式都在同一个界面提供了入口，这样对于小白来讲找起来就非常容易。如果经常看我频道的小伙伴可能记得我还做过一期视频，那期视频就讲了 OpenWRT 怎么通过手机的 USB 共享接入网络。但是那期视频说实在的是有一点门槛的，又需要刷机，又需要安装插件，甚至有的机器还需要编译。但是用这款便携式路由器就非常简单了，我们直接把手机的 USB 共享打开，然后在热点分享中设置一下就可以正常的上网了，几乎是傻瓜式的操作。你再比如说官方的云服务功能也很有用，我们可以远程管理我们的这些路由器设备，甚至可以远程连上 SSH， 也不需要动态域名和端口映射。说起动态域名，官方也有免费的动态域名，不需要我们自己申请。另外像文件共享、媒体共享这些功能也是标配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路由器当成一个小型的 NAS 来使用。好了，这个便携式路由器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了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。SFT1200 这款便携式的路由器，由于采用了国产西昌科技的一款高度集成的芯片，提供了非常低的功耗，还有够用的性能，整体体验下来觉得还是挺流畅的。由于厂家使用了 OpenWRT 作为操作系统，提供了非常强的可扩展性，对于喜欢折腾的小伙伴也可以随意刷机，相信不久以后就会有很多第三方的固件支持。要说缺点，我觉得主要有2点，一个是这个 USB 口是 2.0 的，如果要提供 USB 共享功能，我觉得还是 3.0 的接口实用性会强一些。另外就是由于是新出的产品，可能固件的部分功能还需要完善。你比如说无线中继，我在测试中也发现了不能中继 KVR 漫游的信号，这个问题我已经反映给了厂家。另外就是在某些操作界面，我觉得还需要有比较详细的帮助。你比如说 USB 上网卡接入的这个界面，我就建议厂家提供一个支持设备的列表，这些设备是经过厂家测试证明兼容性没有问题的，这样就方便我们购买 USB 上网卡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多多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一键3连，谢谢大家。